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在宁波的生活成本到底是多少？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也没算过。所以呢，这个视频就来了。我目前的情况是失业在家，我不上班是因为消费降级，上班太费钱了，待在家里比较省钱。宁波是一个新一线城市，或者说是个2线城市，生活成本略低于上海，基本上跟杭州是差不多的。开始之前请先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免费哦！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哇，现在夏天真的是到了。转眼之间已经飙到了35度，前几天还是阴雨天，突然之间就入夏了。今天早饭来吃一个包子，突然特别想吃包子，我们去吃一个老清炒包子吧，据说是宁波最贵的包子，爱马仕包子。来个馄饨吧。一个馄饨。对，2个包子，1碗馄饨。包子好小啊，就一点点大。我的手有这么大，我一般早饭不会吃那么贵的包子，一般正常包子的价格就1到2块，但这个要8块。但是他说这是猪肉手工剁肉，然后配上什么山泉水，所以它会贵一点，所以它叫老清炒包子。当然它肯定不是清朝的包子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包子。有点辣椒油，不知道它这个辣椒辣不辣？18块钱1碗的馄饨，好烫。我感觉也还好，也没有说特别好吃。肉馅还是挺多的。这个馄饨还不错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在我奶奶家或外婆家，就下午肚子饿的时候，我奶奶或者我外婆就会给我1块钱。1块钱干什么呢？就去农村里面买1碗馄饨吃。现在消费降级，产能过剩，各行各业的价格战也是卷得厉害，打折促销活动是层出不穷。路过优衣库在打折，就进来随便看看。有一说一，这价格还是蛮实惠的。1条长裤，1件 T 恤，2件 T 恤，还有一个小包包。这里要说一下，我的生活目标可不是缩衣节食、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，咱们主打一个该省省，该花花。谢谢。鲍师傅的肉松小贝是我认为最好吃的小贝，真的是百吃不腻。海苔风味的小贝4个，4个海苔肉松，还需要其他的吗？不要了。稍等。价格也很实惠，平均一个只要4元人民币。家人们，以前我是真不知道铁板烧有这么好吃。这家餐馆从我来宁波它就已经在了，说起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。一家餐厅能活这么多年，肯定是经过了市场考验的。我选择的是暑期特惠价258元的单人自助不限量，菜单包括了各种海鲜、刺身、沙拉、肉类、主食、甜品、酒水类。关键厨师就在你面前现场烹饪，美食完成1秒上桌。虽然说单看价格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贵，但是从性价比来说还是很值的。而且今天是周末嘛，就允许自己小小的奢侈一把咯。正所谓吃的时候有多开心，练的时候就有多痛苦。怎么说呢？有摄入必须有消耗，这样才能平衡，不是？咱也不能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。以前我可讨厌健身了，尤其讨厌跑步，打小就讨厌体育课。天哪 ，Oh no！ 我的增广镜摔坏了。good，我说我讨厌跑步，结果在跑步的时候把增广镜给摔坏了。天哪！但是呢，现在年龄增长，肌肉流失，不运动起来可不行呀。要不怎么说时间是推着你往前走呢？话又说回来只有一个好的身体、好的体力，我才能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。世界那么大，我一定不能去所有的地方。但是如果我能保持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体力，一切就有希望。因为我租的这个小区是有社区健身房的，所以价格特别便宜，次卡只要3块钱一次，这个价格可就没什么偷懒的理由了。但是呢，每次去了健身房，第2天就特别累，胳膊不是胳膊，腿不是腿的，浑身酸痛。早上把冰箱里最后仅存的半个贝果消耗了一下，再煎个蛋，几片黄瓜，1杯咖啡，就是我的完美早餐。家里的库存没了，这不得来山姆进点货了吗？
每次来山姆总是能吃到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新产品。国内山姆的火爆程度就相当于是美国的 Costco，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奇怪？为什么国内的 Costco 火不起来，而美国的山姆生意又远远不如国内的山姆？有知道的小伙伴评论区给我留个言吧。天哪，这3块牛排要300人民币，算了算了，放回去。每次来山姆进货呢，我都会分装好放在冷冻里面，大概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它全部消耗完。所以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会把这一次的采购金额给它折算到1周里面的支出。买了一个山姆的牛肉卷，就每次到山姆来就一定要买这个牛肉卷。这里呢，我想解释一下我计算花费的方式，我是按照我的实际消耗来计算的。比如说，我买了一盒鸡蛋，这一盒鸡蛋是24元，那么折合到消耗1个鸡蛋的价格是8毛钱。再比如说做咖啡，咖啡豆呢有便宜的也有贵的，我一般是选择100元左右500克一袋的咖啡。那么一杯拿铁是需要18克的咖啡粉，加上损耗部分呢，大概一杯需要20克的咖啡豆，也就是说一袋500克的咖啡豆理论上是能做25杯。每次我只要是拍视频做咖啡，我的拉花都会失败。那每一杯消耗大概4元的咖啡豆。牛奶呢，我用的是山姆的45.9元3.78升。那么一杯拿铁大概需要270毫升的奶，折合大约3.3元。也就是说，我自己做一杯拿铁的成本是7.5元。这里还真的要夸一夸瑞幸的9.9元的价格，还真的是业界良心啊。肩膀举下，两侧撑开，这里就相互的放下，进去，对，好，保持住，吐气，按下头，先落后背，再到尾，吐气，27，吐气，好，再深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把它收回，下课，还好哦，我的汗呢，头发里面都湿的。尝试练习普拉提，这又是一个新挑战。哎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普拉提这种又累又无聊的运动呢？这话说出来，可能有好多人要喷我了。哎，其实我也不是说讨厌普拉提，我只是抗拒，我只是没那么喜欢而已。我有可能练着练着就喜欢上了，或者直接摆烂了。咱们就是说要调整出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模式。如果我不尝试，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。好的，咱们就是说今天的白女3件套都齐了呢，就是 Lululemon、Pilates and Salad。这3件套是我自己编的，是不是听起来就很 productive？家旁边的商场新开了一个自助的旋转小火锅，活动价只要59元一个人，无限畅吃。别的不说，就冲着实惠的价格，我决定去试试。这个真的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，小的时候只要5毛钱一袋，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种，觉得跟小的时候的味道是一样的。榴莲披萨和迷你小汉堡是额外点单的，当然也是不限量的。自助的好处呢，就是想吃什么食物都可以拿点尝尝味道，肉、蔬菜、主食都有了，说起来也可以是均衡的一餐。最后再来一杯巧克力星冰乐收尾，简直完美的又苟活了一天。今天的早餐，生煎包5个，一个包子，1碗菜汤。为什么说是苟活呢？孔夫子的学生曾子曾说：“5日3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说人话就是说，书上多了。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，替别人做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啊？和朋友交往有没有讲诚信啊？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温习呢？点了一杯这个星巴克的冰淇淋，因为刚才吃的那个包子和可乐有点热，所以好喝。我的天哪，做个人吧！这个问题到了我这里可就简单了，早上吃什么，中午吃什么和晚上吃什么。按照圣人的说法，我这种人不就是苟活于世吗？要不孔子怎么说？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在宁波有很多这种类似于社区大食堂的快餐店，主打就是大众消费、经济实惠，而且食材呢新鲜，菜色丰富，做的都是宁波人喜欢的老底子味道。一到饭点啊，店里的小桌都坐得满满当当的，素菜呢基本在6元一份，荤菜18到28元不等。如果是海鲜那就贵了，38到48元上不封顶。米饭呢2元一份，丰俭由人。一个人懒得做饭又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来大食堂总归错不了。
好，小乐。来了。打开梦幻联。今天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，基本就是宅家做饭了。这一周基本都是在外面吃的，几乎没有自己动手。有道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。外面的餐厅食物再好吃，也有吃腻的时候。自己做的饭菜做的再难吃，哭着也得吃下去。这是什么毒鸡汤，我就先干为敬了啊。我倒也不是说不愿意在家做饭，实在是手艺有限，会做的呢就那么几样，要不然就是现学现卖，开始做起了鸡蛋饼。好吧，只能这样了，虽然它长得丑了一点，但是做咖啡我绝对是认真的。我一直都说我是一个业余咖啡师选手。这个是今天的早饭，哎呀，我渴死了，我忍不住要先喝一口咖啡。今天的鸡蛋饼没有很成功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是粉多了还是水多了，然后翻面的时候不是很顺利，所以它有一点点破损。但是味道还是很好吃的。我可以每天都吃这个鸡蛋饼。我好累啊。大概是因为早上跑了4公里的缘故，就这一点运动量，马上又感觉累死了。有人问我一个人生活孤独吗？多好的伪命题！在别人眼里，一个人生活就非常容易跟孤独啊、寂寞啊联想在一起。如果这是孤独，请让我一个人孤独下去吧。这个香肠闻起来太香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超级香！哇塞！好吃。再吃一个。OK， 今天的晚餐简简单单又是一餐。Cheers！ 这个丝瓜汤也很鲜。我真的越来越能干，越来越会做饭了。作为一个中年实业选手，我也不是说没有工作要做，我有非常在意的工作，就是自媒体，做拍摄，做剪辑，找音乐，找灵感，写文案。我想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在这条路上一心走到黑。我不管是什么笨鸟先飞，还是什么勤能补拙，做视频是我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，那就一直做下去呗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输的。别的不说，我这鸡蛋饼做的是越来越熟练了。如果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，不知道靠这个手艺能不能摆摊做个主理人，左手煎饼果子，右手冰美式，中西完美的结合一下。因为我粗略的算了一下这周的花销，每天在外面的吃吃喝喝还真的挺费银子的。照这个速度消耗下去，都不用等到我领退休工资了，早就已经露宿街头了。今天外面下雨嘞。这2天呢，我就尽量自己采购食材，开始精打细算模式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古人说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猪，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，一顿不吃肉是不可能的。鸡蛋、香肠、虾、鱼、鸡肉，一顿饭全给自己安排上。宁波是一个靠海的城市，一顿饭里面没有海鲜总归是不完整的。虾用清水煮熟，捞出来呢，放在酱汁里面腌着，在冰箱里面冷藏1周以后开吃，夏天的时候吃冰冰凉凉的，还带了一些酒味，做起来特别上头。鸡胸肉呢，我用的是口水鸡的调料，煮熟之后倒入调味料就可以直接开吃的那种。蒸鱼的灵魂就在于蒸熟之后浇上热油，激发香味。这么说来，做饭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。一个人也得好好吃饭呀，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，照顾好自己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任。终于到了周6了，家人们，也是一周支出计算的最后一天。按照国际惯例呢，早饭依然是冰拿铁、咖啡和小面包的组合。为什么这个老干妈的辣椒油一点也不辣？
前几天网上看到一个帖子，就是说在消费降级的今天，有什么支出是你认为可以砍掉的？有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的：消费降级之后，我决定不上班了，上班太费钱了。这对于我来说可就是真理呀！我如果上班的话，需要买各种衣服、鞋子、包包、化妆品、护肤品、油费、停车费、日常吃饭、买奶茶、咖啡、请客，还有各种人情往来的支出。所以呢，失业的我这一笔开销几乎是完全可以省下来的。第一口一定要有肉肉。第一次做这个煲仔饭，今天依旧是宅家做饭的一天，不得不说自己动手可真的省钱多了去了。最近长安的荔枝这部剧大火，正好又赶上荔枝新鲜上市的季节，激发了我对吃荔枝的兴趣。小红书上搜索了一个 DIY 饮料，叫做鲜荔枝酒酿牛乳，就是把鲜荔枝剥壳去核碾碎，再加上酒酿、茉莉花茶和冰牛乳。一边追剧一边喝，再搭配上我的肉松小贝，简直完美。晚饭就简单了，把冰箱里的库存清一清，主打一个有什么吃什么，绿色有机，凉拌不开火。点点盐、糖、味精、酱油、老干妈。OK， 搞定。这2块红烧肉我要着重的讲一下。这个呢，我是外卖点的。现在平台不是都在搞活动啊，都在送红包啊。然后我这个一通操作下来，各种优惠，各种红包。这2块红烧肉只要2块6毛3，能看到吗？只要2块6毛3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粽子馋了很久了。哇，好香啊！真的好吃。OK， 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现在要把每天所有的费用都给它加起来。那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说，山姆一次的采购量我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给它消耗完，那么我今天就算它是1个月的时间可以给它消耗完吧。那也就是说575给它除以4。OK， 那1个礼拜消耗144元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选项全都加起来，看一下是多少。OK，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844.79元，非常准确哦。然后我要再加上我的大头房租，我1个月的房租是3200，那么1个礼拜的房租是800元。然后是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这些，我1个月大概是需要消耗300元，也就是说折合1个礼拜的话是75元人民币。我1个月的宽带费是129元，折合到每个月是32.25元。话费的话，我1个月的话费大概是200人民币，也就是说每个礼拜的话是折合50元。交通，我1个月的加油费用大概是500人民币，也就是说1个礼拜是125元。125元。那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费用都给它加起来，得到的最终结果是2927.04元。那我在这里再折合一下美元吧。除以7.19，也就是说折合每个礼拜需要消耗407美元。最后再表达一下我的想法吧，这个花费是比我想象的要多一些，1个月的话就是将近要花费12000元人民币。我的父母都是比较节俭的人，所以我从小呢就有比较根深蒂固的节俭的观念。那现在呢是在自己能够承担得起的经济的基础上，尽量的会买一些小东西，让自己开心快乐。比如说我会去尝试一些网红餐厅啊，会去尝试一些好玩新奇的东西，这在以前是不大可能的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是慢慢的去接受这些消费，并且愿意为它买单。但是总体来说，现在花钱基本上还是比较理性的，是不是？大钱基本上没有再花，毕竟我以前是动不动就想买个奢侈品包包的人。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一条视频。最后这个视频我真的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做，请家人们免费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